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新频道尼可拉斯杨 Live 经。今天我们聊一下特朗普生擒马杜罗如何发财。事先声明一下，影片中的内容都是我自己的研究笔记。如果你想要投资，就需要自己深入的研究一下，或者是咨询持证的财务顾问。在新闻中，美军用2小时20分以零损失的代价生擒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向世界展示了美军强大的情报分析能力，让伊朗的哈梅内伊心寒，让古巴的卡内尔胆战更让金正恩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们都在担心什么？都担心被美国斩首。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科技都会在美国的这次行动之后发现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里面有很多无数的机会，我给大家讲一下。第一，在科技方面，美国 CIA 用了8个月，使用了无数的无人机、卫星、线人等等的数据分析，可以精确知道马杜罗的一切，甚至他的宠物在哪里，美军都知道。在行动的时候，美军150架无人机、直升机、B-1轰炸机等等，还有无数的军舰、海军陆战队，他们都是一起行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一致性，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没有任何伤亡。直升机也只是中弹，但是仍然可以飞行。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军所有的作战单位都可以实时了解一些信息，直接做出一些决策。它的这个作战平台用的就是 Palantir。在今天5号盘前 ，Palantir 也是大涨了4%多，这个也是提高了大家对 AI 和 AI 芯片的一些信心。所以今天台湾和韩国的一些科技股也是应该大涨的。说到这里，我们就讲一下这个 Palantir， 它是一个战争 AI 的决策平台，它里面有一个模块叫做 Gotham， 可以通过分析电话、卫星，还有这个银行流水账等等的一切的数据，对美军的敌人还有他的家人朋友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追踪。以前的这种的海量信息，美国 CIA 要分析72小时，3-4天才能分析完。现在呢，只要10分钟就可以分析完毕。而且这个平台可以预测出这个敌人消失了以后会去哪里，而且他未来什么时候可以出现，这么厉害。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就是因为 Palantir 这个情报分析立了功。Palantir 除了美国政府的这些订单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大的平台叫做 Foundry。它可以让这个大公司的 CEO 像美国总统一样，看清整个公司的生产、供应链、销售、财务等等，哪个地方需要加一辆车，哪个地方需要多采购一些什么材料，它都可以看得清。2025年 Palantir 涨了170%，所以呢，这个公司的确是个好公司，但问题就是太贵了，它的市盈率达到了390，就是你投资1万块，要390年才能回本。所以说，如果一个苹果它可以卖$390的话呢，这个就是太贵了，它可能只值10块钱。所以呢，现在我是不会买的。Palantir 这么贵的估值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散户太多，散户已经超过了40%，而且散户最大的特点就是贪婪，就是玩命的加杠杆。如果你想跟进投资的话呢，现在就是风险大于收益。晚上这种情况的话，我都会睡不着觉的。所以现在对于 Palantir 我自己的策略就是呢，必须等到纳斯达克指数大跌的时候，所有的散户都快爆仓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小加一点仓位，慢慢加，到时候看情况。但是现在就太高了。另外第二点我还想说的是，还是那句话，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个世界有一个规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像伊朗、古巴、朝鲜这种的又穷又闹腾的政权他们和马杜罗都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特别喜欢硬刚美国。在这次行动的新闻发布会里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了，川普总统之前已经警告马杜罗了，而且还给他开过非常体面的价格让他退场，但是马杜罗还在那叫嚣来呀来呀，你们快来抓我吧，懦夫。这次卢比奥就说这个川普是认真的，他说了就一定要做到。所以呢，我现在也观察发现，的确是川普说什么东西他将来肯定会做到。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都是风险事件。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研究一下川普最近到底说了什么话。第一呢，他就说了，他要对伊朗哈梅内伊，美国已经锁定，并且导弹已经装满了。第二呢，就是对古巴，特朗普说这马杜罗身边的全都是古巴情报人员，要整理这个委内瑞拉，这古巴也要等着。还有墨西哥，墨西哥的毒贩更多。所以特朗普之前就问墨西哥总理，你要不要处理一下你们的墨西哥毒贩？但是这个墨西哥总理就特别的害怕，他不敢动弹。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在特朗普的议程当中。
另外，特朗普还特别的强调，美国必须拿下格陵兰岛，因为这个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不是为了什么利益这个石油之类的。拿下格陵兰岛，美国就可以随时对俄罗斯动手。所以呢，这个未来世界的经济局势政治局势可能就会更加动荡。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摩根大通刚刚发表了2026年的大众商品的预测报告，他们就认为26年的黄金要站上$5000一盎司。他的4行部门还写报告说这个黄金要$5200一盎司啊，使劲往上叫。他们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黄金的主要支撑原因就是2026年的美国的拨款的预算法案没有进行大量的削减，整体还是和去年一样的。这整个美国需要维持政府、军队，还有国内的医疗还有人民的福利之类的，他们未来还是要印钱的，而且他们还要印新钱还旧账。所以我认为黄金上涨的现在有3个因素，一个就是美国会持续印钱，世界的这些纸币它都会贬值不只是美元，只是这个谁贬得快而已。第二呢，就世界的政治局势会继续的动荡。第三， AI 肯定会有大发展，全球现在都在造芯片，每年的全球芯片出货都是几万亿颗，这几年 AI 数据中心也要大幅扩建。所以这几个原因加在一起我就说服了自己要必须持有黄金。对于新手来说持有黄金有很多种，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是你可以买实物金条，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会被偷，或者是你买到假金条，然后呢未来你也兑现也比较麻烦，而且大家要检测半天，而且还要给你砍一下这个砍价之类的。所以你将来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要传承财富想把金条留给这些儿孙的话呢，你是可以买点金条的。但千万不要买金首饰，因为金首饰里面是加了加工费的，而且呢还有很多税费然后回收的价格可能也会更加低，所以就不建议买这个金首饰。第二个方法就是在股票市场投资黄金 ETF， 有个叫 GLD 的 ETF，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世界顶级的基金公司 SPDR 道富环球管理基金运行的黄金 ETF， 资产规模是$1482亿，流动性非常好，随时可以兑现。它就是帮你买了黄金以后呢存起来，然后呢它就发这个基金，发这个 ETF 在股市上交易。另外第3个方法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买金矿企业的股票。这个也是有风险的，但是收益也是非常高的。买单独的金矿股票，对他们的这个黄金的存量还有成本分析一些估值都非常难，所以我现在选择的就是买金矿的 ETF GDX。 去年的 GDX 增长是 154%还是比黄金要高很多的。我个人认为黄金的 ETF 和这个金矿的 ETF GDX 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要搭配一下，毕竟未来的纸币越来越不值钱，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弄点黄金弄点金矿防身对于黄金的估值，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未来美国的债务是越来越大，而且呢它很难消减。如果美国哪一天真的是可以痛彻心扉的 cut 掉很多预算，减少债务，那黄金可能才会进入真正的下跌，但这个是不可能的。谁敢削减掉美国这些人民的支出这些公共这些军队的支出，这些美国人都会让总统下台的。所以这个当领导也不容易，上了车就没办法下来了。所以特朗普来了以后呢，他要维持美国运转，就必须要加关税，他要开源节流嘛开了很多源，然后把这个美国的经济美国的这些税收提高上去，他才能有钱来运行整个国家。但是他提高了税以后呢，提高了关税，他就想要降低国内的这些人民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未来他已经说了，他要降低这个个人所得税，美国人的。所以呢，如果美国个人所得税下降了以后，我个人认为有另外一波的上涨的，因为美国人他除了消费，他就是拿钱投资，就这样子的。最后我再给大家提示一下，现在的美股是非常非常贵了一旦进去呢，你就可能被套在山顶上。我现在的策略是涨了就割，涨了就割，但是我不会空仓的，我还有很多长期看好的股票，我都会一直持有的。但是呢，在2026年也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的，因为11月3日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总结的这个表。最近2次这些年的中期选举标普500都跌了20%，
我也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第3次大跌，但是呢，这个要准备好子弹嘛。如果跌了的话呢，你也不用害怕，大跌以后呢，这个标普都会有更好的收益。所以现在就是提前开好户，准备好子弹，这样子呢，如果跌了他就买。其实投资最重要的不是你要投哪只股票哪只 ETF 啊，我跟大家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看透这个世界的到底是怎么运行的，你要有一个看透世界的眼睛，你知道啊，它跌了就会涨回来啊，这种的规律你要把握住，它不是信仰啊，它是一个投资的内在逻辑。这个我会给大家以后分享。如果你喜欢我的分析和解说的话呢，请给我一个大大的赞和订阅。想听什么财经故事啊、科技信息的话呢，或者是你对黄金、对 AI 有什么投资观点，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啊。感谢大家，我们这一期就到此为止了，下期再见。